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米塔世界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日本长崎县岛原半岛的云仙越国山群中部，海拔约700米的云仙温泉里住一晚。我们来到云仙温泉时已经是傍晚时间，许多店铺大多已经休息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去到可随时参观的温泉神社、云仙地狱、极乐公园以及满名寺。米塔世界。温泉神社皆有四面宫之称，从8世纪初期便存在于云仙。这里供奉4神：白日别命、见日别命、风日别命、风九世比尼别命，人称四面。在日本创世神话古事记里有记载到是九州的守护者。神社可祈求家庭平安、祈求胜利、心愿达成、子孙兴旺、爱情圆满。在神社的旁边有去往地府的指示牌，也会在不远处有自助卖用地狱蒸汽蒸的温泉蛋、柠檬苏打水以及弹珠苏打水。其实这里的低谷是有名字的，叫做8万地狱。据说8万地狱是人们因84000世间欲望而造作恶业尽头所坠入的地狱，但8万地狱只剩下这里的一部分。因为云仙在2021年8月13日发生了因豪雨造成严重山林倾泻灾害，导致8万地狱区域及4名建筑物被土砂泥破坏。之后我们从温泉神社走了大概3分钟，抵达到眼前所看到的白色烟雾的地方，这里就是云仙温泉节的代表景点之一——云仙地狱。云仙温泉节分为古汤、新汤、小地狱3个地区。云仙地狱地处古汤与新汤之间，在这里会看到从地面细缝中不断喷涌而出的白色烟雾，空气中也弥漫着浓烈的硫磺味，是不是像极了人间炼狱？其实云仙地狱这个名字的背后隐藏着一段黑暗的历史。在江户幕府时期，统治者为了稳固政权，残酷镇压基督教徒，许多基督教徒被押送到云仙地狱，遭受各种酷刑，被逼迫放弃信仰。其中比较有名的泉眼就是亲戚地狱。相传当时有一名叫亲戚的基督教徒就在这里被处决。沿着步道和指示牌走，我们来到了叫做雀地狱的泉眼。这里聚集了许多小型喷气口，据说声音像麻雀会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。再往前走，我们来到了叫做玉石地狱的泉眼。据说玉石地狱的名字源于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相传在原岛城下有一个叫诗的女子，原本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，但她却有人通奸，最后把丈夫杀死了。她被处决的地方正是冒出来泉眼的地方，所以人们为了告诫他人破坏家庭会堕入地狱，而给泉眼取了这个名字。在玉石地狱旁有一间茶屋，名为云仙地狱茶屋，据说里面有售卖温泉蛋和柠檬苏打水等，当我们来时已经错过了营业时间。不过在这里的周围，我们看到了很多只的猫咪，但因为是野生猫咪，所以会看到有粘贴提醒的告示牌。继续沿着步道走，我们来到了展望台云仙地狱休息所，小坐休息和观望眼前的风景。接着就沿着指示牌走，我们来到了叫做大叫唤地狱的泉眼。据说会发出像是啊或哦的巨声出来，因此取名为大叫唤地狱。但很不幸的是，我们早午晚都来到这里，但都没有那个运气听到叫声。之后我们来到了叫做邪见地狱的泉眼，传说喝了这里的温泉水可以消除嫉妒，但实际上温泉水是强酸性的，不能饮用。继续往步道走，我们来到了叫做泥火山的泉眼。据说地下温泉水混入泥浆，泥浆量超过温泉水量时，地下喷出的气体会将泥浆吹起，形成火山锥形模型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会看到有泡竹汤的地方。走到这里也就代表着我们走完云仙地狱了。走一圈云仙地狱大约需要30分钟。
米塔世界。之后我们过马路，来到对面的旧八万地狱这里走走看看。据说八万地狱的泉眼没有云仙地狱来的活跃，所以不会看到很多的白色烟雾。当我们抵达时，发现到无法走进去近距离观看。但因而也才惊喜的知道今晚有放烟花。之后我们来到了极乐公园这里，俯瞰云仙地狱的景色。在极乐公园的旁边有一条楼梯是连接到满明寺。据说满明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寺庙，据传由行经菩萨于大宝元年开山。这座寺庙据说标记着云仙温泉的开堂。在满明寺里供奉着一尊高达5米、名为云仙大佛的释迦牟尼佛像，全身覆盖着金箔，俯瞰着整个温泉街，可祈求家庭平安、身体健康等。米塔世界。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餐时间，我们来到了鸡酒屋右讲这里吃晚餐。据说店名是取自于店长女儿。我们点了特制右讲 yakisoba 以及头里莫莫，价钱上以温泉街周边来说算亲民，而且又好吃。吃饱后，我们要来个夜游云仙地狱。据说晚上的云仙地狱喷涌而出的白色烟雾会比白天来得多，一路上也没有照明灯，只能靠手里的手电筒照明。如果害怕又想在深夜探险云仙地狱，可以在住宿的旅馆报名参加，一个人的费用600日币。会有导游带着和一群同样报名的人一同夜游云仙地狱，以及讲述关于云仙地狱的历史和故事。而我们因为想自行体验夜游云仙地狱，所以没有报名。但我们只走到大交换地狱的泉眼地方，就没有继续往前走了。原因是前面的路太暗了，而没什么看到像我们一样自行夜游的人，大多都是跟团。在我们往回走的路上，经过去地狱的泉眼时，被奇怪的叫声吓到。在隔天早上，我们再来同样的地点，来看看到底是什么。结果发现到是水管发出来的叫声。我们夜游好云仙地狱后，也到了放烟花的时间，也看到许多人开始聚集在神社前面。我们也找了个好位置观看烟花。米塔世界。云仙地狱是一个很值得来到访的地方。相比之前分享过的登别地狱谷以及别府地狱，云仙地狱这里游客比较稀少，最重要就是24小时都可以免费入场，而且搭配上周围一直喷涌而出的白色烟雾和夜晚较少的照明，走在白天和夜晚都会有截然不同的感觉，仿佛就像是到了地狱走一趟。如果有来到熊本或者长崎县游玩，非常推荐空出一天来到这里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